像我也是台北下来嘛，台北市有多有钱，我也是见识过的哦。你走在路上那个其貌不扬欧机上哦，他可能就我不是讲嘛，我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看到一个老先生吊嘎背心短裤，然后牵一只狗到超商，那很烦。他时间多，他为什么不在其他时间出现？他就要我们大家这个上班哦，中午吃饭时间都很有限的情况下去超商缴费，缴什么？缴地价税。他穿短裤拖鞋还牵狗，应该是怎样？住附近吧，不会特别搭个捷运来内湖科学园区吧？哦，就这样，然后那边缴他的地价税一叠，我靠！哎呀，住附近一叠地价税。台北是有钱的城市，我也是见识过。我只是说，高雄是正在变好嘛？啊，就是嘛，证据上就是嘛。哦，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它不是什么无良的炒作，很极端的炒作。好，我们就来炒。哦，这个消费都没起来，没差啦，我们就来炒，并不是这样。都是正在变好，大环境也在变好，薪资结构也在变好的状况，然后还是这个房价，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当之安全。高雄在地人闲聊哦，高雄人越来越有钱，百万里数量暴增1倍，台积电撑起房价防卫线。我先说结论，这真的蛮夸张的呢，2年时间哦，百万里就是说这个收入有到100万的里呀，哦。里长的里，百万里的数量，2年时间哦，从28个里变成60个里，我靠！哦，高雄真是太猛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滤水器拉租金，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人越来越有钱吗？这是我们来讲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高雄人变富了，新增6个百万里，他房价涨40%最凶。那内容是这样哦，财政部最新公布112年重所税统计的专册资料，高雄总计有60个里，平均所得到100万以上，共分布在11个行政区，龙头出现在南高还是北高？你猜一下哦。我看现在你想猜北高，因为台积电在北高嘛但目前的龙头还是出现在南高亚洲新湾区的建龙里，那边就豪宅区嘛以226.3万蝉联，更新增了6个百万里上榜增加的名单在这里。这个增加的速度有多快呢这个我把它念一下好了看一下你家有没有出现新增的2023新增的新兴区的正气里，前金区的社西里，楠梓区的蓝田里，屌吧楠梓蓝田那边高大重划区然后在大树区的三河里义大世界三民区的达明里，就高一商圈那边盐城区的赖南里就大勇路商圈那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021年的调查，你看有画红线的地方就好。我刚刚讲2023那现在讲2021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统计，高雄平均所得达100万元以上有28个你看是不是很夸张？这2021 28个，2年以后，里民平均收入超过100万，变成60个，这个直接暴涨了1倍真的非常的夸张。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高雄的收入会暴涨。那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高雄会这么夸张、这么猛？这有钱的里增加是经济发展嘛，经济果实嘛？但你增加1倍是怎样？2年之内是怎样？不用猜了第一个原因，台积电台积电宣布进驻楠梓的日期是在2022年8月1号，所以有大量的高薪工程师，就老大来了那附近的通通都要来就可能先去站点或是干嘛像我们去餐厅吃饭会先占个位就是这样。好，那这个统计结果再要讲一下，跟新青安的结果应该还好因为新青安是2023年8月推出，除非你是新青安刚出来就冲来高雄买中古屋，不然应该是不会被记在统计里面。那第二个原因是在地观光发展迅速，这只能这样解释啦，不然你怎么解释盐城区的赖南里那个盐城区的赖南里那附近有什么？就是汉品酒店、大勇路商圈麦当劳那些跟爱河徒步区，这个里相当于是就观光的一级战区啦，它就吸引了很多艺文从业人员跟那个博尔展览也很多。医生、律师、会计师这些高收入的族群就跑进来了，自然就会提高当地的收入水准，只能这样解释吧。不然盐城区赖南里是怎么样？就是之前的台面下的收入突然都被查，通通要报税不然盐城区呢那最后你要知道，
高雄房市还是很稳，我特别指中古屋的部分哦。那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这已经很明显了，高雄市的房地产就不算是炒起来了，就不算了哦，就100万里就60个，这还可以吧？就是因为台积电的光环跟观光业持续带来各种高收入的族群，然后在高雄开始有自产的需求啊，供不应求，房价才会这样子起来，明显反应。当然新青安是一个因素啦哦。那高雄现在的房价还是很有竞争力，例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赖南里赖南里平均收入是多少？118.7万。正在看节目的你有没有达到赖南里呢？夸张当然这个是算平均，所以又会有我跟郭台铭平均身价50亿的问题，但不管嘛，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反映了那个收入往上跑那平均收入118.7万的赖南里然后附近的一间中古屋59亿随便找这只是举例这只是举例，还趴在1坪24万就是这样这我没有推荐我只是举例，就是说看因为附近老区真的很老那难道你要跟我说年收入118万的人他买不起这间不到800万的房子吗？不太可能嘛，对不对？这些房子你看开768，哎呀，那总价不到800万的房子呢，这很香这个再杀一杀以现在市况都有机会，虽然它屋龄很高这屋龄是42年，但我要举例的是说，不是说那个100万里，然后那个房价都已经直接都高不可攀，连20年、30年的三房直接1500万、2000万，并没有并没有我只是举例那个不用去深究这个事情，因为那一区真的都老房子他们都还是很多物件在卖啦那出租的需求还不错然后有相当多人在里面做什么？做民宿那个盐埕区特定区里头是可以合法经营民宿的。好，那所以你看，川普血腥7日高雄房地产中古屋不动如山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还是认为高雄自产还是一条相对安稳的路不然你去做股票就这样这个关税开奖之前开奖之后你去做股票你不会怕我是很怕，但是以中古屋来讲就是收租就这样。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高雄市的自产是一个可行的路，中古屋啦100万里就变多然后这个房价还没有到高不可攀我都看中古我看了中古还很中古，都20年以上，很稳健这又是那句话，天塌下来了怎样？有预售屋顶着嘛就这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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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
就高雄变有钱，这不是什么体感哦，是真的有数据来支撑的哦。变有钱的证据，来，高雄市2022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总额是9003亿元，然后相较于2021年，这差一年而已哦，是8198亿元哦，增长的是9.82%。这个就跟通膨什么什么大家加薪就比较无关了嘛，对不对？你加薪慢慢加到快10%，就这样。那这个数字在往后的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公布。还有就是高雄的百货民间重大建设，我会员影片有拍啊，对不对？富邦凹子底 BOT 案，这么大的那个凹子底边真的很夸张，又是汉神，同一条路上这个往前走，富邦凹子底 BOT 案，它当然是捷运凹子底站嘛，捷运请问捷运凹子底站的下一站是什么？往北走的话，下一站是什么？就是巨蛋站，那边不是有汉神巨蛋？就这样那就是塞百货公司，就是这样，很赶啊，规模又很大，有商办有旅馆，又有这个百货公司，有水族馆什么的，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要开？凤山拉拉铺，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东南米乐广场，还有很夸张啊，所以这都是证实了这个高雄这个城市消费力正在逐渐提升啊。我说真的这样我都看重大公共工程建设，你看公部门还好。因为公部门它很多情况是什么？是一定要做啊，政府不做就没人做，一定要做。它的布局、它的眼光都很遥远啊，跟我们的周期会搭不起来。可是你一定可以关注民间业者像富邦凹子底 BOT 那个汉神集团民间业者是怎样？他就是来赚钱的啊，他一定是你看你买一间房子东算西算，找老婆一起算，各家银行比较来比较去。他一个案子快400亿的投资，他不用算他一定是算到赚钱他才会来投，你知道？所以在跟着民间的重大建设的大型案子走，我个人认为是很明确的信号，高雄就正在变有钱当中啊。当然现在这个关税什么前景未明，这个在讲但是有一点我是放心的不然美国人的肝有比我们好吗？要卷大家来卷，就这样啊你看高雄又新增投资建设了一堆百货公司这都是证据，都是证明了高雄的收入跟消费力提升，再加台积电。台积电现在还不是那个产线就是产能全开的状态，它还在盖它只是先盖好了先量产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还不是完全体呢现在就已经有60个百万里，很夸张啊。我也没有要讲什么因为高雄你看洲际酒店台湾第一家开在高雄，因为高雄最有钱，不是这样。像我也是台北下来嘛，台北市有多有钱，我也是见识过的你走在路上那个其貌不扬欧机上那可能就我不是讲我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看到一个老先生吊嘎背心短裤，然后牵一只狗到超商，那很烦。他时间多，他为什么不在其他时间出现？他就要我们大家这个上班中午吃饭时间都很有限的情况下去超商缴费，缴什么？缴地价税。他穿短裤拖鞋还牵狗，应该是怎样？住附近吧，不会特别搭个捷运来内湖科学园区吧？就这样，然后那边缴他的地价税一叠，我靠，住附近一叠地价税。台北是有钱的城市，我也是见识过。我只是说，高雄是正在变好嘛？就是嘛，证据上就是嘛。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它不是什么无良的炒作，很极端的炒作。好，我们就来炒。这个消费力都没起来，没差啦，我们就来炒，并不是这样。都是正在变好，大环境也在变好，薪资结构也在变好的状况，然后还是这个房价，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当之安全。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
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